大家好，这里是阅见成长，一个记录并分享阅读心得的频道。如果你有觉得值得一看的好书，欢迎留言告诉我。那么，我们开始吧。你有没有发现，身边越来越多年轻人和你记忆中的青春好像完全不一样了？更容易焦虑，情绪低落，甚至对人生提不起劲。有时候你会怀疑，是不是这一代真的比较脆弱？但是读完《失控的焦虑世代》这本书，我才发现问题并不是年轻人玻璃心，而是他们从小所面对的环境彻底被智慧型手机和社群媒体改造了。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智慧型手机和社群媒体是如何一步步偷走我们的专注，改变我们的大脑，甚至影响整整一个世代。这本书的作者是心理学家强纳森·海德特，是纽约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专门研究道德心理学。他的研究常常登上国际期刊引，学术界的地位非常专业。他指出，科技彻底改写了人类童年的面貌，也带来了难以忽视的副作用：更多的忧郁，更多的焦虑，更薄弱的社交能力。但他不只是提出警告，也提供了家长、学校，甚至政府和科技公司都能实践的改善建议。首先聊聊 Z 世代怎么了。书中主要谈的对象是 Z 世代，也就是1997到2012年出生的人。换句话说，他们现在大约是12到27岁，从国高中生到刚出社会的新鲜人都算在里面。这群人有个特征，他们是第一批数位原住民，还在童年的时候就拿到了智慧型手机，开始滑 IG、刷 TikTok。 他们几乎不看电视，跟朋友的主要连结就是社群媒体。而一切的起点， iPhone 的诞生。2007年1月9日，贾伯斯在舞台上展示了第一支 iPhone。 那一刻，世界被彻底改变了。它能上网、打电话、听音乐，甚至还能当手电筒。隔年 App Store 上线后，全球开发者蜂拥而至，本来想卖2美元、5美元的软体，但很快发现大家都只下载免费的，于是游戏规则改变了，公司开始用免费吸引使用者，靠广告赚钱。换句话说，我们不再是消费者，而是被贩卖的产品，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就是最大的生意。2010年之后，智慧型手机的普及，社群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对当时的青少年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玩具。可随着时间过去，这个时代的心理健康曲线开始大崩盘。美国、英国、北欧，甚至台湾，青少年的忧郁、焦虑、自残比例急速上升，尤其是女生，几乎是一个斜率陡升的曲棍球杆型曲线。台湾15到24岁女性的自我伤害案例，短短15年暴增了 3.8 倍，14岁以下的更夸张，暴增18倍。在这些统计数字的呈现下，很难再说是偶然，而是全面性的社会现象，又或是全球危机。作者把智慧型手机加上社群媒体称作杀手组合。这东西夺走的不只是我们的专注力，更直接干扰了孩子大脑的发育。人类的大脑有一段黄金时期，大概在2岁到青春期之间，会经历修剪和加强，把不常用的能力删掉，把常用的技能强化。例如小时候接触过的语言、运动或乐器，长大后都能更快上手。而在青春期时，大脑还在进行所谓的大重塑，这段时间本来应该透过实际互动、游戏、学习来强化神经连结，删除无用的回路。但智慧型手机和社群媒体把这段黄金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占满了。孩子不再去公园玩，不再学会排队，不再学会如何面对误会和冲突，取而代之的是滑手机、打字聊天、按赞和贴文。于是他们失去了最宝贵的学习机会，进而重塑成一个充满焦虑、碎片化注意力的大脑。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社会的变迁造成父母的恐惧与
过度保护。除了孩子，父母的角色也被影响了。资讯爆炸的时代，新闻24小时轮播，各种意外、灾难随时传到眼前。结果就是，家长觉得现实世界比过去危险多了。这种恐惧让父母过度保护孩子，限制他们探索世界的自由。孩子在现实生活中缺少冒险和挑战，却在虚拟世界里毫无防备。这种失衡成为焦虑世代的核心原因之一。海德特说得很直白，在真实世界里，父母保护过度，在虚拟世界里却保护不足。相互影响的结果是，孩子失去了健康成长所必须的3大元素。1. 自由玩耍。以前童年的快乐多半来自户外玩耍，追逐、摔倒、吵架又和好，这些看似胡闹，其实是学习社交、合作、面对挫折的宝贵机会。现在的孩子放学后不是去公园，而是窝在沙发滑抖音。游戏不再是为了玩完，而是为了拍片，为了赞数。失去了自由，就失去了真实学习。2. 调和。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我们必须透过同步互动来学习如何和别人协调。婴儿会笑，是为了回应照顾者的逗弄。青少年透过运动、唱歌、一起游戏来建立连结。但当所有人都在滑手机，真实的发球与回球互动变少了，孩子的情绪调节与人际连结能力就被严重削弱。3. 社会学习。人类的优势在于模仿学习，孩子会学爸妈、学老师、学身边的强者，但在社群时代，他们的模仿对象变成了网红。问题是，网红追求的是流量，不一定是值得模仿的价值观。结果孩子们被演算法推送各种极端或有害的内容，慢慢内化成自己的价值观，甚至连身体形象、饮食方式都被洗脑。后续作者述说被手机重塑的童年带来的4种巨大伤害。1. 剥夺社交机会，面对面交流变少，真实人际关系受损。2. 破坏睡眠品质，荧幕蓝光与讯息轰炸导致睡眠不足，连带导致焦虑、忧郁、学习力下降。3. 专注力碎片化，不断跳出的通知让大脑习惯被打断，难以长时间专注。4. 形成上瘾机制，社群设计就是要让人停不下来，成年人都难以抗拒，更别说青少年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反而焦躁不安。当这4种伤害累积在一起，孩子自然更焦虑、更孤独、更不快乐，且对青少年的打击是前所未有的。作者直言，以手机为中心的童年会在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一生。那我们能怎么改变？很多人会说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但事实是，这些孩子将来会成为我们的同事、朋友，甚至家人，他们的心理健康会深深影响整个社会。面对这样的世代挑战，作者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延后给孩子手机的时间，越晚接触智慧型手机，越能避免过早被演算法绑架。设定无手机时间，比如吃饭、睡前，让孩子体验不被干扰的时光。鼓励真实互动，让孩子多参加户外活动、实体社交，重建以玩耍为主的童年。家长以身作则。最重要的一点，大人不要一边骂孩子沉迷手机，自己去滑个不停。孩子学的是你的行为，身教是最好的榜样。这些听起来或许简单，但需要家长、学校和社会共同努力。读完这本书，回想自己的童年，成长与学习经验都是透过真实世界的探险，跟同学朋友相约出游、打球、打电动的方式建立关系。
这些回忆不只是快乐，更是人格养成的重要养分。如果我生在今天，可能也会被手机吸走全部的注意力，不会有这些冒险与挑战的经历。想到这，虽然替现在的孩子感到担心，但同时提醒我们，只要我们有意识地做出选择，手机与社群也不是完全的恶，它们可以是工具，也可以是陷阱，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用。失控的焦虑世代不是一本危言耸听的书，而是一个提醒。它告诉我们，手机与社群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将来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还要严重。所以，无论你是家长、老师，还是正在使用社群的年轻人，都推荐读这本书，因为它能帮你更清楚地理解这些科技对我们的大脑的影响。接着，你就能开始为自己或为孩子做出更健康的选择。